大家好，我是摩丹医时代学员阿坤。然后今天呢，这一期课程给大家出一个在锁骨长度的一款裁剪和烫发。那在沙龙现场中，其实对于这种锁骨长度的这种发型的需求，整个需求量还是蛮多的啊。那很多老师呢，在剪的时候，要么呢出现的问题剪不出美感，要么呢是没有更好的方法去能解决这种锁骨发裁剪出来的这种形体的问题，要么有人烫出来的形体就是比较怪的。那今天呢，一站式帮大家解决所有的问题。OK， 那今天的模特的发质呢？这个头发是做了2次，然后染过2次颜色。那我们是提前把颜色给它染完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头发是烫过2次，染过2次。那我们也是找到一些模特呢，也是尽可能的去贴合于沙龙现场最常见的一些发质，只有这样的发质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沙龙实战的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发质和对于这样的发型，包括身上的发根的这种服帖程度啊，发根是特别贴的，是吧？对。尤其是这样的发根服帖情况，我们是如何把它的蓬松度给它做出来，包括它刘海的位置，大家也看到也有分界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我费了很大的力才把它吹到这样子，还是有点分界。OK， 所以在这个头发上看点是蛮多的，颅顶蓬松啦，刘海分界的处理啦，包括整个发型形体的建立啦 ，OK， 再包括整个发型吹风的呈现啦，再包括整体烫发的流程。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OK， 一样的规矩啊。我希望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第一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下心来，尽量一口气把它看完，这是其一。其二呢，用心的拿个笔记本和笔把它写，边看的时候把你自己理解的重点给它写下来啊，写下来，然后再运用到沙龙现场中。如果说大家回去运用之后还有任何问题，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链接。我希望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我们还可以干嘛？深入的链接，一起去成长，一起去赋能，好吧 ？OK， 那今天呢，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来去进行修剪。那今天这款头发的长度呢，我会帮它设定到一个锁骨以下的长度左右，因为他个人也不是很喜欢太短哦，这是其一。其二呢，在刘海的设计上面，因为它之前一直都是空气刘海，那我今天想把它设计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短一点，到眉上一个刘海，相对来说让它稍微带一点鬼马，带一点小俏皮的感觉。所以今天这款发型呢，亮点还是蛮多的哈。OK，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在修剪的时候，依然老规矩，先从刘海开始。OK， 那在刘海分区的时候，首先如果前面是有刘海的情况下，那在分区的时候肯定是以中分为主，从发际线2指位。但是我发现2指位是比较偏少的，所以在这里我就3指位，3指位分到眉中眉峰正对上去的点。OK， 这是我们的刘海区。长度我个人会把它定到眉毛的位置，因为我想把它稍微剪得稍微的短一点点，眉毛的位置。第一刀是没有提任何角度的，第二刀我们水平于地面提拉，把中间这个小的圆圆的这个角给它拿掉一些。也就是这个刘海主刘海分了2刀修剪。OK， 主刘海剪完之后，这个时候到我们的副刘海，我们是从主刘海的地方往上分多1个手指的位置，然后侧边呢也往后分多1个手指的宽度。长度我个人建议把它定到下巴，然后在连接的时候呢，刘海是往一边梳的，主刘海与副刘海直接过渡连接掉。OK， 长度不要改变它，长度不要改变它。OK， 另外一侧。一样的方式，往上1指位，往后1指位，长度把它放到下巴的位置，头发往一边梳理，直接连接掉。OK， 刘海区就修剪完成。在这里，如果说女生扎头发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设计一些边线刘海。边线刘海呢，从我们的推花点的位置分到鬓角的位置，长度呢设定到下巴以下大概5厘米左右，一刀剪掉，然后再高角度提起来，去一下角。平行于地面提拉，高角度把多余的角给它拿掉。OK， 那现在的刘海呢，我们只是修剪了结构，那还没有修饰到精髓。那修饰的时候呢，拿出鬓角，把它慢慢的柔和掉，在这里不要柔和的太多。底下尽量柔和的稍微的尖一点，越尖越好看。
长度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定义啊，比如说你觉得长了，那么可以稍微的短一点。如果你觉得短了，后边还可以拿点头发来去干嘛？去给它做一个延长和加长的效果，但是尽量不要短了啊。刘海的地方我们就修剪完成，接下来开始修剪整个发型的主结构，也就是轮廓。记住，好看的发型前提一定是好的结构，但是对于一个好看的发型的结构而言，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前侧。如果一个发型刘海都不好看，那你后边剪得再好看，我相信整个美感也会大大的打折扣。除了刘海以外，还有什么呢？边沿的层次也是决定了整体发型的美感。如果边沿层次不好看的话，整个发型出来的美感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记住，我们想要一款发型剪得更好看，所以希望大家明白，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要花在哪里？刘海和边沿两侧的位置，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到刘海和边沿两侧位置，让客人感受到干嘛？我们是很用心的帮他剪，让客人感受到他在一步一步变得更漂亮。OK， 大家会发现，在裁剪这款发型的时候，我是干嘛？我是干剪的啊。为什么干剪呢？其实目的也是为什么？目的也是干嘛？让客人感受到我剪的每一刀能带给他出来的改变。所以干剪啊，它的好处在这里。OK， 那接下来开始来去修剪整体发型的结构。那这个时候需要客人平视。长度我们会把它稍微的设定到锁骨下4到50位。那这个时候具体的长度，这个时候还是要根据客人个人的喜好来去决定啊。OK， 那我们把它稍微的修掉一点点就好了，不要把它剪太多。先把大概的长度定下来。记住啊，这款发型剪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呢？在前面看的是一定要整齐厚重才会更好看啊。这个时候把底线如果剪得太碎的话，整个发型就失去美感了。我们把两边剪齐之后，简单的去了一个长度啊，把两边剪完之后，你发现放到后边来，你发现剪完之后放到后边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角略带一点点的椭圆的效果。切记啊，我们剪的是一个略带椭圆的效果。OK， 来，头拧向一边。如果说客人方便，其实这里在剪这个位置的时候也可以站起来剪啊。其实在上现场我可能更多的是希望站起来剪会更好操作一点，这个时候我就不用蹲得那么累。我们要求什么呢？剪完之后后边的长度放到前边，这里是干嘛？是平整的，一定是这里是干嘛？是重的。很多人剪完之后底下这层变短了，整个发型就失去美感了。大概的长度我们修剪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开始来去修剪我们整体头发的层次。那现在是没有任何层次的，是属于一个特别干嘛 one lane， 我们是一个零层次。那接下来开始修剪层次。在修剪的时候，我们进行分区，顶点与黄金点的中间，耳对耳点，分到耳后点，让两侧有更多的亮感，去体现两侧的美感。如果分到耳上点，那前侧头发就显得比较的少，看起来就不好看了。模特脸保持平视的状态。从顶区取第一片头发，那这刀剪多少就取决了整体头发层次的高低。我个人的建议在这里啊，我们尽可能的不要把层次剪得太高，因为亮感不是特别多。落点在哪里呢？整体发长的3/4下一点啊，它层次的落点在整体发长的3/4，一半的一半还要下一点。当然，这个东西也没有绝对啊，在这里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建议。如果上到现场中，你如果希望整体发型显得更加的活跃感强烈一点啊，那种显得年轻有活力一点，那你这个时候干嘛？层次可以往高的剪，但是前提啊，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整体发量它适不适合剪那么高的层次，因为层次一旦剪太高，整体发型啊底线就变得特别虚。亮感也会随着变少。我们把侧部区的所有头发拉到一个点，剪一个前短后长，斜度大概在45度，一刀搞定。另外一侧一样的操作方式，另外一侧一样的操作方式，前短后长，引导线，找到一刀去掉。剪完之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上边我们会得到一个去除的层次，上短下长。在底区呢，我们会得到一个堆积的层次，下短上长，保留了中间一个角。
啊，这个角的保留可以让底线变得更加的厚重。OK， 剪完之后，找到一个点叫耳对耳点，啊，就找到这里的头发长度为引导线去裁剪后边。后边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保留底线的厚重感，所以在这里连接的时候呢，连接到后部一半的地方，保留底区更多的重量感。来，引导线多的切掉，有层次，但是底线依然是比较重的。OK， 把后部区剪一个方形的去除，方形那就要往中间靠一点，多的拿掉。另外一侧一样的方式，往中间靠一点。2靠1， 3靠2。后部区剪完是一个方形的层次，方形往这边靠一点，这样这边靠一点。OK， 剪完之后，后边往中间靠，前边是前短后长，所以最重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转角点的位置，OK， 这个位置保留更多的重量，整体的结构都有了，接下来是没有边缘层次的整体发型。把所有头发拉到对眼角，左边拉到右边眼珠的中间。在这一刀呢，长度就要自定义了啊，自定义。我个人一般的习惯会比主层次会稍微高一点点，也就是说，比如说主层次我剪到3/4靠下，那边缘层次我会稍微高一点，可能就会去到3/4这样子。一样，把所有头发拉到对面眼珠的中间，多的切掉。另外一侧 ，OK， 大家会看到剪完层次之后，剪完边缘层次之后，大家看一下边缘层次的感觉，它是轻啊，但是又很清晰，就不是那种特别齐钝和重的感觉啊。OK， 另外一侧一样的方式，把它拉出来，找引导线，这边引导线按照另外一侧的引导线来设定一个大概的长度做引导线，将左侧头发拉到右边对眼珠的中间来，多的切掉。一直梳到剪不到为止。其实后边往前再梳太多了，后边基本上剪不到啊，除非你前面剪的真的非常的短。把它再连到耳上点，低角度，把底下这个角给它拿掉。整体的主结构到这一步我们就全部建立完成。那重点的美感，那全部都要靠修饰来完成。再来回顾一下结构，前后区分开，耳对耳点分到耳后点，然后剪一个前短后长，斜度大概在45度，层次比呢落到3/4靠下。OK， 剪完之后，所有头发拉到一个点来修剪，把整个侧部区拉到一个点，汇聚一点剪掉。OK， 剪完之后，以顶区最长的头发来连接后部区，一半的位置剪一个去除的层次。OK， 然后2靠1， 3靠2，后边剪一个方形的去除。剪完之后再对眼角提拉，左边拉到右边，右边拉到左边，先水平于地面，再低角度啊，一样的方式，整个发型就操作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干嘛？吹出美感，再来去进行修饰。OK， 那现在呢，整体的发型就被我简单的去进行了一个吹风的处理啊，我们把它吹了一个形状。大家发现吹完之后，其实形状已经出来的七七八八了。那接下来呢，美感和细节重点是在修饰，记住了啊。我们建议大家剪的时候，先把大概的结构剪好，剪好之后把形体吹出来，这个时候再慢慢的修饰。
这个时候让客人要直观的感受到在镜子里发型发生了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干嘛技术才会更加的值钱啊！你不要啪啪啪的在那里剪得很自嗨啊，我们也没用啊。我还是在干嘛？重点把底线打磨的更加的重一点，底线打磨的更加重一点。重点修饰哪里呢？希望大家明白啊，一款好看的发型一定是有轻有重，有虚有实，有动有静啊。所以你要明白这款发型的重点在哪里。第一，整个外轮廓边缘层次的时候，这个块要剪得干嘛？剪得稍微动感一点。顶区的层次也要剪得稍微的动感一点。唯独在底线的处理上面，我们一定要干嘛？重一点。这里一旦太轻太碎的时候，整体发型就失去了美感。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好看的发型一定是虚实结合、动静结合啊，轻重结合。OK， 那在修饰的时候，我心里就明白了。那这款发型在修饰的时候，整个侧部区我要剪的稍微的轻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我揉的就可能稍微的要深一点。希望大家明白啊，所以有笔记本和笔也要记一下了。一款发型的分布啊，不同发型的分布，它的重量体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轻的地方体现的也是不一样的。最终我们希望把它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那这个时候要根据自己心里想要的发型来，而不是随便拿起来想剪哪里剪哪里啊，这个是盲目的在剪啊，没有任何意义。那我们剪这刀的时候，客人前面是镜子，如果客人前面有镜子的话，他应该是能直观的感受到带出来的感觉。你看啊，我柔和的时候，我刚刚说了，在整个侧部区一半是堆积，一半是去除。我柔和的地方只是干嘛？去除的位置，堆积的地方我是没有动的。我是把顶区柔和掉，底区不能动。底区动了，整体发型就变轻了。特别是在这一小块区块，要把它剪得稍微的清透一点、薄一点。最贴近脸的地方一定要清透，这样才能达到更好修颜的效果。OK， 那在这里的底区啊，这个时候就要看个人习惯了。看你是想要底区上的非常非常重呢，还是略微的重？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觉得底区太重，你可以稍微适当的轻微的把尾巴柔和一点点，但是不能柔和的太多，让底区重的同时不是那种特别齐的感觉，还是带一点点简单的柔和感。发尾轻微的揉掉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剪刀进去的深度就不能太深。让它有一点点顿挫感，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齐的感觉。这里送给大家2句话啊，如果有上过我们线下课的老师应该都知道啊。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到哪里呢？花到客人能够看得到的地方，也就是在前侧，我们要把更多裁剪头发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客人能看得到的地方。你如果看不到的地方，在后面你花半小时去剪，你剪的头发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的啊。OK， 所以美感也在前侧，钱它也在前侧啊。所以你会发现我在剪头的时候，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前侧去进行修饰。所以如果你有本子和笔，把这句话写下来，把你70%剪头发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刘海跟两侧上面，你剪的发型，如果客人感受不到你剪头发的细心和用心，你剪的头发是不会值钱的啊。OK， 那这款发型呢，到这里呢，结构我们就修剪完成了。那这样的结构，希望大家会干嘛？这个视频反复的看多几次，然后多点去练习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发型之所以能够剪出来好看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心里它得有个好的型。你心里剪的时候，你要知道哪里应该轻，哪里应该重。那这个结构只是给大家一个干嘛？一个好的框架去建立好。那最终修饰，你可以通过这个结构去修饰成不同的感觉。这个道理就好比如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建立了一个房子，你内部的装修，你可以干嘛？装修的千变万化啊，结构是差不多啊，都是四四方方，但是装修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回去干嘛？多点在这个头发上进行改变。比如说，我可以改变它的长度啦，我可以改变它的层次高低啦，我甚至可以改变它边缘层次的高低啦。我边缘层次可以再短一点，或者再重一点，那感觉又不一样。我这改变一下刘海的长度啦，我给它加一个分界的刘海啦，对吧？它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底线我再轻一点呢，我底线可以不用这么重啊，它出效果是不是也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大家用心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给大家的是一种，这种锁骨发的裁剪方式，它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款发型。我希望大家干嘛？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多点变化，多点去思考，多点进行想象，好吧？比如改变它的长度、刘海啊，我刚才说的等等等等一切，我们都可以去肆意的改变。所以说，在我们沙龙现场中啊，包括我们自己楼下的发型师，我们6家门店的发型师，其实在剪锁骨发的手法都是一模一样。无论是进来的客人，只要他是在剪长度在锁骨左右的，我们的裁剪方式都是一模一样，只是说干嘛改变了某一些点，它最终呈现出的结果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这款发型希望大家多点去进行练习，好不好 ？OK， 也希望大家有所收获。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行这款发型的烫发的操作和细节的讲解。刚刚给大家看了这款头发裁剪完之后直发的状态，是不是也很好看 ？OK，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进行烫发的演示。那今天这款头发呢，我再强调一次，它的发质是烫过一次、拉过一次，并且呢是染过2次的发质。整个头发的发尾呢，这段摸起来色感是比较强烈的，而且它是比较软的。OK， 那对于今天这款头发而言，我希望给大家演示是什么呢？最简单、粗暴、实战又快的方式，给它快速的烫一款比较慵懒感自然一点的一款抛物线的烫发。这种抛物线我就不想把它烫得太过直，因为在沙龙现场中太直的还蛮多客人接受不了的，所以我们烫的会比抛物线还是稍微的卷一点点。OK， 所以在这款头发上面我烫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每一层头发上面只烫一个大的一个 C 型。在每一层头发烫一个 C 型，所以这款头发在软化的时候 ，OK， 那我就开始每一层头发上面只软1圈半的高度，只软化1圈半的高度。但是对于这种头发的烫发而言呢，首先想把这样的发质烫得更健康，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先做烫前护理。做完烫前护理之后，产品的选择也要选择一些相对来说碱性值不要太强的，让软化尽可能慢一点。所以基于今天这款头发，我们的软化时长可能会拉到20到25分钟，把它软化完成，就是不要太快的让毛鳞片打开，那这个时候头发的质感才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OK，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步操作是先做我们的烫前护理。在烫前护理的选择上面，我无数次的强调，产品的选择更大程度的让我们烫发的成功几率变得更高。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还是我们的小分子蛋白护理，去进行头发的发芯的深入填充。越受损的头发一定要越保护好才能去烫，不能直接去涂抹。OK， 涂抹完成之后，头发的质感就变得特别的顺滑啊，而且硬感也会变得特别的强。OK， 那对于这样的发质而言呢，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低碱的烫发产品。今天我选择的是一个 T2， 它的 pH 值大概是在7到8之间的一个烫发产品啊。OK， 我们依然选用1份的药水啊，它是一个透明状。再加1份的水去进行调和。OK， 我们开始在涂抹软化的时候，我们把头发全部是垂直于头皮啊，垂直于头皮，把它每一层软化1圈半的高度即可，不要去软化的太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把它这款发型烫得太卷啊，太卷就显得成熟啊，也不是我们期望想要看到的效果。这种其实就是每一层烫一个 C 啊，利用层次组合出来的发型，但是结构的裁剪是这款发型的重点。鬓角的地方单独拿出来软化，因为鬓角的位置我们要把它烫的稍微的弯一点点。顶部区 ，OK， 是这里的重点。顶部区我们要把它拉高，层次梳高，而且是要梳到前边来上软化。为什么？裁剪的切口是在前边。所以我们也把它梳到前面来去进行涂抹，找切口。发根分界的位置，这个时候不要处理它，等一下单独拿出来处理。
负扭痕的地方也单独拿出来软化，因为这里是比较短的，所以你心中一定要明白啊，哪些地方是要单独拿出来去单独处理。你如果这里不染到，等一下烫的时候底下就没有弯。第一步我们叫软化破冰，软化破冰的时间依然5到8分钟，5到8分钟之后我们再去选择我们的第二步软化究竟该怎么调配，没有绝对啊，还是看第一步破冰之后软化的反应情况。如果偏弱，那我第二次就要调得稍微的强一点。如果已经快要达到我理想的状态，那第二次我干嘛？只需要再涂抹一次，稍微等待时间即可。OK， 那5到8分钟之后，我们继续看软化。第一步我们叫软化破冰，软化破冰的时间依然5到8分钟，5到8分钟之后我们再去选择我们的第二步软化究竟该怎么调配，没有绝对啊，还是看第一步破冰之后软化的反应情况。如果偏弱，那我第二次就要调得稍微的强一点。如果已经快要达到我理想的状态，那第二次我干嘛？只需要再涂抹一次，稍微等待时间即可。OK， 那5到8分钟之后，我们继续看软化。OK， 5分钟过去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头发的软化情况。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能看到什么颜色很明显的发生一些变化啊。OK， 它是冷色，依然是冷色。OK， 这个时候拉的时候呢，仍有拉得动的感觉，但是不是特别强烈啊。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在我们的之前的软化剂里面加入了一部分的 T1， 它的 pH 值大概是在8到9，然后加入了一部分的 T2， 就适当的给它加强了一点点，然后进行第二次涂抹软化。因为头发比较伤的原因啊，所以我们不要涂抹的太厚，尽量稍微的薄一点，让它的软化慢下来，循序渐进的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负刘海的位置都是拿出来单独软化。OK， 那第二次软化涂抹完成之后，我们大概等到的时间要10分钟。那这个时间呢，刚好就可以处理发根分界的位置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来调配发根的药水。这个时候只需要有少量的药水，一点点少量的软化剂，来加入我们的面粉，大概1.5份，进行调和。调的稍微的粘稠一点点，哎，我觉得还太稀了，再来一点。这个时候用到我们的梳子蘸取一部分，搞定它这个分界的位置，角度垂直于头皮，药水输到发根，但是千万不能碰到头皮。那涂抹完成之后，我们大概停留时间10分钟。OK， 那涂抹完成之后，我们大概停留时间10分钟，我们再来看软化的效果。OK， 那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款头发软化情况。这款头发一共软化到现在一共20分钟时间，来近距离看一下。我们在测试软化的时候，拿10条头发做拉力测试，拉长2倍，停留3秒，回去产生这种小波纹。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冲水。现在呢，软化整体来说的话已经 OK 了。现在呢，我们直接用常温的水给它冲完。来，各位老师们，现在呢，整体的软化已经冲完了，但是还有刘海的位置的软化还没冲，是不是？然后呢，大家还有很多疑惑，冲软化的时候呢，矫正前面的刘海非常细节。当你的刘海全部往后冲的时候呢，那刘海的矫正就相当于白费了啊！如何去正确的方式，如何去冲水？侧一边用细一点的水，不要一下子太猛的水，慢慢的揉搓，尽量向前。当你全部向后的时候，哎，你那个刘海它就会撇开，就好像没弄一样。就相当于你男士做服帖的样子，尽量把它向下压，不可以让它全部往上。烫完之后它会特别毛，所以呢它会产生一个热伤害，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要用洗发水给它清洗。
OK， 各位老师们，现在呢，我们整体的头发已经清洗干净了啊。然后呢，如何去正确的去使用我们的烫中护理的产品？首先，我们先使用一个黄色的产品，它是一个中分子护理，它是属于 LPP。然后我们挤在盆上，然后使用温水搅拌均匀。中分子 LPP 它是完全不溶于水的啊，还有特别多的颗粒感。当这样的 LPP 不溶于水的状态之下呢，它使用在头发上没有什么效果的，它是只能保护头发的外部，它不能融入头发的内部。这样子的话呢，它在烫发的过程中，它会特别的多硅油，硅油呢，它会产生一个疯狂的冒烟，而且呢，对头发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各位老师使用 LPP 做烫中护理。接下来我们使用小分子加隔热乳，如何去使用烫中护理 ？OK， 现在呢，我们使用一个小分子来看一下我如何去调配。长头发呢，大概按到崩头20下或者25下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再使用一个我们今年的黄牌产品，叫隔热乳。OK， 为什么我们还要使用小分子跟隔热乳呢？第一个，我们小分子的效果的话，它是可以填充的效果。当你的乳化呢，它乳化到位了之后，它毛鳞片完全是打开状态，形成一个空洞的效果。当我们冲完水之后使用的小分子跟隔热乳加一起的话呢，填充的效果，完美的结合一个烫发的链接。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加隔热乳呢？当你的头发发质特别受损的时候呢，5到6度的时候，你要使用隔热乳。在烫头发的过程中，它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就不会使得你的头发产生一个高温的伤害，就形成杠子跟头发之间粘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就对头发发质，当你烫第2次的时候呢，它会特别的受损。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当你的头发发质受损到5度到6度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加一点隔热乳。比例的话呢，小分子1份，隔热乳0.5份，再加30份的温水。OK， 我们调配完之后，除了泡泡，我们清晰可见，完全是水跟护理融为一体。当我调配完之后，中分子跟小分子之间的一个区别之后，就知道这个产品如何去对比了。各位老师们有什么还不懂的情况下呢，待会我会细细的分解。当你软化上面的时候呢，这些地方也是要给它浇上去。然后各位老师们，现在呢，我们浸泡的时间呢是7到8分钟就即可了啊。当你不是很受损的头发的话，你就泡5分钟就即可。当我泡完之后呢，它会这个护理刚刚是非常的匀浊的，现在呢泡完下去之后呢，它会融为一体，会变得比较清晰。所以呢，它的护理的话非常好用。当你在沙龙现场里面呢做完蛋白或者是做完颜色之后，它也可以使用的，因为这款护理是非常干爽没有硅油的护理。来，我们看一下做完烫中护理之后，满满的胶原蛋白，清晰可度，非常干爽。建议各位发型师们都要使用上这个好的产品。好的产品呢，使用好的话呢，又方便又省时间，满满的胶原蛋白。来，各位老师们，我们现在做完烫中护理之后呢，不可以去冲水的啊，我们呢直接给它擦干就可以了。它头发完全是没有涩涩的感觉，它会非常清爽。等会我们吹头发的时候呢，它会立竿见影，不会产生有太多的硅油。而且呢，我们矫正过的刘海也不可以用毛巾给它包着头出去，
尽量把它向前面擦干就即可了。这个头发我们就软化完成，这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效果是乱风吹干后的效果啊，没有去做过任何夹板的处理。OK， 那重点来看一下这个发根的位置，定完型之后，头发干嘛？你看不到一点点分界，并且它还保留着一定的蓬松程度啊，但是它没有蓬得很厉害啊，因为这个头发本身就比较的贴。OK， 那接下来开始去进行这款头发的烫发上杠演示。首先把头发分出一个 U 型区出来，一个小的 U 型区。这是我们的顶区，也是我们的动感区。在这里就一个手法，全头平卷，从后部区开始。OK， 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一根28号的杠子啊，这里我们选择的是亚细亚28号的杠子啊，因为我们不想把它烫得太卷，所以在这里呢选杠选的相对来说比较的大一点，28号。全部平卷即可。我们这款发型主要也是通过层次来去进行烫发啊。水分大概控制到70%左右。前边来，切口在前边，所以两侧要向前进行提拉。软化的时候已经控制了高度啊，所以在这里基本上我们是不需要计算圈数。顶区高角度平卷。我们卷过了软化的高度，所以等下就没必要去进行挑杠。OK， 那现在呢，整个头发的上杠就完成。那接下来刘海的地方呢，我们会采用电棒烫，把它直接处理烫完啊，直接电棒烫操作就好。刘海的地方我们也不想把它烫得太卷啊，所以在水分控制上面也不需要太多。这些短的地方你上杠是不好上的，加热可能还没干就已经掉了。所以这里呢，直接用电棒操作。OK，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一根28号的电棒 ，OK， 去直接进行操作。水分大概控制到60%左右。温度控制到120度到130度之间，头发健康一点，温度可以稍微的高一点；头发受损一点，温度可以稍微的低一点。今天我们选择是120度，这里卷从发干开始向发尾卷，卷进去之后，逐渐的把它夹干，夹干即可。主刘海的地方我们会分成2层，全部高角度，因为刘海特别贴啊，所以在这里烫的时候呢，高角度卷进去。分2层，每一层都是高角度，每一层都是高角度。OK， 那上杠呢，包括刘海我们已经处理完成了。那等一下大家直接看效果就好。那现在的加热呢，因为这款发型我们不是想要把它烫得太卷，所以我们用了大杠。因为不是想要烫太卷，所以我们这里就不需要采用包棉，就直接这样插电加干啊。然后因为药水上的也是比较的低的，所以这里呢也没必要去挑杠，就直接加杠就好。
我们这里选择的温度是100度，分2次，每次7分钟。如果第2次7分钟之后还没干，再冷2分钟，再加1次，也最多也就3次啊，最多3次，加到全干，直接定型就好，好吧 ？OK， 那等一下期待效果。发完成，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刘海之后烫完的情况，现在的发根的蓬松情况，包括刘海一点点小小的曲度，现在是非常的舒服啊。电棒烫完之后，其实发根的地方它都有一定蓬松的效果，而且松的非常的自然。OK， 那现在呢，我们要继续去把它的发根操作完成。在烫发根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依然是干发进行操作。那在这里呢，发根烫的时候，我就不做太多的讲解。如果真的是需要了解发根烫的操作步骤或者操作具体的方式方法，直接去拍一个专门的发根烫的课程。OK， 那现在开始进行操作。OK， 头顶依然分出4个手指的位置，依然分出4指位，保留发根 0.5 厘米涂抹。分片依旧 0.5 厘米一片，高角度进电棒，往前推，转板往下压，推3次。OK， 那发根呢，我们就操作完成。接下来我们开始去进行定型，定完型之后一起看效果啊。OK， 那这个发型呢就烫发完成，包括发根烫，大家可以近点看一下发根烫的蓬松情况。那这款发型呢，我们今天就把它带到我们沙龙现场来，就跟大家去吹干，乱风吹干就好。因为我们本身要的效果就是一点点的小弧度啊。OK， 那吹的时候就很简单了，乱风尽量把它吹到全干。吹的过程中依然是先吹头皮，再吹发尾。OK， 那这种就是乱风吹干的效果啊，没有去涂抹任何的打理产品。那这个时候我们简单的涂2滴发尾油。它有很多种造型的可能性啊，最终看一下我们最终想把它打理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而已。我们再涂一点点的湿干发蜡，如果为了出片的效果啊，我们就涂一点点湿干发蜡，重点只涂到发尾的地方。发尾1/3的地方，就是鬓角用电棒烫的一点点，鬓角电棒烫的一点点，特别好看。OK， 那这样的头发呢，我们就全部操作完成。这款头发呢，
真的是在客人回到家里啊，包括在沙龙现场中，我们打理起来是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就是乱风吹干。烫起来手法，我相信大家看起来也不复杂，重点在哪里？还是在整体发型的结构和你烫发的整个思维逻辑上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卷钢的手法搞那么复杂，我们在沙龙现场中啊，还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干嘛？真正实战落地、简单好复制的东西，这才是整个沙龙现场中的一些精髓。我们尽可能是把一些复杂的东西给它足够极致的简化，让大家好理解、好吸收。这款烫发，我建议大家回去呢多点去进行推广，多点去进行练习，好不好？那也希望这款烫发大家可以喜欢。